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房屋面对面，我是王宇田。台湾现在的风气被蔡英文弄得是一团糟，岛内各种各样的台独言论那是不胜枚举。可是最近台湾的一个民调数据显示，超过60%的台湾人都开始支持9·2共识了。要知道，这是在蔡英文明确宣称不承认9·2共识的前提下。那为什么台湾民众现在要跟蔡总统这么对着干呢？我们请来了军事专家王云飞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台湾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可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支持以9·2共识为基础与中国大陆进行对话的人，居然占到了60%以上。首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第一，其实过去很多台湾人他不了解9·2共识，恐怕也有很多人他就不想了解，总以为9·2共识就是大陆吃掉台湾。其实不是这样的，9·2共识就是说双方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是各自表达不存在谁吃掉谁的问题。就是说有很多台湾人误解，再加上民进党当局故意的歪曲，使得很多人害怕9·2共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蔡英文当局一直坚持的那个所谓抗中保台牌完全失效了。再这样搞下去，那两岸的战火真的就有可能给点燃了，而这点燃的这个人就是民进党当局。现在他在这个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才促使了两岸紧张关系一直在持续，没有任何放松的这种可能。所以再坚持下去，其实就是促使两岸发生战争。其实很多现在台湾人也明白了，跟着美国人走，美国人就是把台湾作为棋子，作为遏制中国的一个马前卒。这对于台湾人来讲，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结局。第三个方面，其实正是因为有9·2共识，所以当初双方谈成了 ECFA， 就是货物贸易这么多年来每年都是台湾方面他们是顺差，每年有1000多亿的顺差这没有坏处9·2共识有哪一个坏处说中国大陆是吞并你呢，还是怎么的？没有所以这个9·2共识，如果你把它破坏了，不承认，其实中国大陆是非常克制的。假如说你是真的不承认，我大陆也有理由把这个艾克法给废了，那台湾的经济如何去发展呢？对大陆的依赖这么深。第四个方面的原因，我们也不得不看到，那就是大陆一个时期以来加强在军事斗争这些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对台反台独军事斗争的这实质是对美斗争，我不是你针对你台湾人的，一定要搞清楚。所以我们加强对美军事斗争，也让台湾人看到了美国是救不了台湾的。一旦打起仗来，你看乌克兰、北约也好，美国也好，都不敢出兵台湾作为一个孤岛，美国人在战争当中会派自己的大兵为台湾人牺牲吗？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他的目的就是让台湾来消耗中国大陆，让两岸两败俱伤，让中华民族不能崛起，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所谓什么民主自由都是骗人的把戏。中国大陆早就说过了，两岸未来统一，台湾的社会制度不变化。如果是和平统一，你们还可以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这是最大的让步对台湾所以9·2共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看来台湾人慢慢已经明白了。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这个民调就代表着台湾现在绝大部分人就愿意马上进行和平统一了，恐怕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但是不管怎么样，大陆在经济上与台湾进行互动，该给台湾让利的地方，如果你没有违反反分裂国家法，其实我们还可以再坚持下去。所以坚持9·2共识是百利没有一害，如果反对9·2共识，那是百害而无一利。其实就我个人的理解来说呢，9·2共识最大的诉求就是一个中国，就是你要承认你是中国人。而对于那些不承认9·2共识的人，我们可以认为他就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了。对于这些人呢，我们也不用客气。所以对于大多数台湾人来讲，做中国人肯定比当美国的马前卒、当炮灰
那是要好得多的。所以这个事儿呢，大家一定要拎清楚。好，本期节目我们先讲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下期再见。